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再来做一个水龙转。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动态，这可以用 EV 来渲染，也可以用Cycles 来渲染。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用 EV 渲染了一个啊，相信你用 Cycles 渲染可能会更好。好，这是我刚渲染出来的。然后呢，在这个教程里有两个难点，第一个呢，我是用几何节点来实现这个螺旋；第二个就是如何让鱼还有这个水珠啊，大家可以看见啊，这里除了掉下来这个鱼以外，可以看到这里还有水珠掉下来了。OK， 我们再播放一次。好，有不同如何让鱼和水珠 OK 时不时能掉下来的鱼，然后呢，这里面水龙转毕竟还有一些鱼在这里转上去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达到这三个，用粒子模式实现。好，我们现在呢，先给它存盘，然后重新进入一个Blender 的 4.3。好，水龙转大家看是这个样子的，这个 OK， 好，就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进入 Blender 的 4.3 来重新制作一遍。在进行制作的时候，在等 Blender 打开的时候，我们如果想找到在我的账户里像这种气候的教程，大家在 B 站、哔哩哔哩找御姐开带你学 Blender。好，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69。这里呢，如果这样看你是很难看得到所有的，所以呢，我们打开这个 OK， 点击选这一个以后呢，这里有4页。4页呢，第1到第2页前半部分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啊，然后呢，已经包括了 Blender 虚幻引擎5，还有虚幻5同乡母公司出来的 Twinmotion 教程，还有 Marvelous Designer 3D 人物设计制造衣服的教程啊。虚幻引擎5就是做游戏的 OK， 然后呢，还有人工智能时代在人工智能网站如何得到你需要的 3D 的物体、人物、动物，或者是说场景、动态等等的教程在这儿啊，这些都是教程文件夹。OK， 还有参加各类型 3D 比赛技术教程汇总。跟着呢，在第2页后半部分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啊。如果像这样的话，大家如果想找到这种气候类教程的话，大家我这里已经分类了啊，像几何节点啊，几何节点这进阶教程就摆在这里，然后呢，几何节点的基础教程摆在这里，然后呢，大家就要找一个气候类教程的文件夹。云和气候类教程包括之前发给大家的云啊，还有一些龙卷风啊，你看这个龙卷风啊，这样的教程这个也有哈。当然还有水龙转，这龙转风还分顶级版啊和初级版啊。这呢就是龙吸水龙转，这个是水龙转，也叫龙吸水。今天又是做另外一个方法来制作。OK， 好，我们 X 这个里有个立方体。我们 X 键把它删除，在这里呢，我们添加一个 curve 啊 ，curve 这里呢就有一个 angle 啊，无论你添加的这个 angle 是什么，你都不用管了 ，OK 啊，无论是什么样子，你都不用把它给改了。然后呢，在这我们就进入几何节点编辑器，给它一个新的啊 ，N 键进侧背栏，也就是说，像这个几何节点的这些节点，刚才说过，在最基础系列教程，sorry， 在前面第1到第2页前半部分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已经包括了几何节点基础啊。然后呢，2到4页后面就有几何节点的进阶教程，对吧？然后呢，一会儿呢，像做完这个这个龙转风以后啊，做完龙转风以后，你要给它做材质嘛，就是进入 Shading Editor。那这些节点又是从哪里学习呢？那就是在第1到第2页前面啊的最基础系列教程2，找这个文件夹就有6堂课给最基础的材质节点的 OK， 好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内容有点多啊，加紧进行。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几何节点的输入键把它删除，然后呢，我们需加 A， 我们先加一个 SPRIO 呀，我把这个中文给关掉啊，重新开一个。是加 A，OK， 我们加一个
，spiral。OK，curve spiral 啊，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像龙卷风这个螺旋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呢，我们需加 a curve to mesh，curve to mesh 啊，这里呢，这个呢是让它的曲线变成网格 ，OK， 然后呢把这个 curve 连上这个 curve 这里，好，大家可以看见，现在是编辑模式下，刚才开一加这个Angel， 它叫 Angel 啊，这时候已经有了，它现在是编辑模式下，那我们现在回到物体模式，它就这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可以改个名字叫 WATR Water TONADO 啊 Tornado 啊，就是水龙转啊。好，然后呢，我们这个 resolution 这里呢，你可以把它调成你要的啊，是89 ，OK， 然后呢 rotation 旋转是3.264啊，然后开始的半径可以调成0.08米。OK， 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的龙转希望它高一点啊，还有高一点，那就高一点。然后呢，还希望它比较密一点，就是稍微密一点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数据调大啊，然后 rotation 这里 ，OK， 让它转多几个。好，然后呢，跟着 spiral 就是螺旋的意思 ，OK。好，跟着呢，我们让它出来一个曲线圆环，需加 A， 调它的这个半径，这个曲线圆调这个半径啊，它现在这个半径还没调，还没可以任意调 curve circle， 这个就是曲线圆环的一个节点。OK， 把这个 curve 连上 profile curve，OK， 就不要这样。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调它的半径。啊，这里是0.1米，啊，0.1有点少啊，加，啊，这或者是0.15米，0.2有点多，对吧 ？OK， 好，跟着呢，我们给它这个radius 半径，在这里我们设置曲线半径，需加 A， 曲线半径就是这边的半径啊，而不是这个 ，OK， 不是这个。然后set curve set curve radius，OK， 然后搞到这儿，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rotation 这个曲线半径可以在这里设，你可以看它半径明显变小啊。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 sprite parameter。需加 A，OK， sprite parameters PRINE sprite SPLINE sprite parameter， OK， 然后再把这个 factor 系数连上这个 radius 半径 set curve radius， OK， set curve radius 就是连上这个半径，然后呢，我们再按 RGB curve 需加 RGB curves， 在这里来调，啊，这里来调，我们把这个搞上去，这个点，哎，这里有个点，搞一个点啊，然后把它搞下来。OK， 好，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从上面也小，下面也小，就这个陀螺就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可以适当把它这个给放宽这个半径。OK， 好了，这里呢就基本上几何节点这部分就做完了。然后呢，就轮到做它的材质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在 Shader Editor 给它一个新的材质节点。然后呢，这个材质节点呢，我们把它的名字改成 Water，TORNADO 啊，
刚才写错了 ，tornado 这里也改一下。OK， 好，然后呢，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给它修改器啊，可以看见这里，这个呢，它其实用了修改器的，除了3个粒子模式，跟着就是displace， 就是变形修改器，是吧？而我们呢，先给它一个材质，这个材质呢要用玻璃的材质，对吧？好，我们delete principal BSDF， 这里呢就是材质节点。刚才说过，在最基础系列教程2，这里有6堂课是给材质节点的。那我们这个是水，所以呢，我们用进到这里，然后呢加 A glass BSDF GLASS， 让它变成水。OK surface。好，这里看，诶，为什么没有呢？是因为你现在它还是一个曲线，不是一个网格，所以你鼠标右键，在你确定一切都 OK 以后，鼠标右键要 convert to mesh，OK，要 convert to mesh， 然后你再做这个材质，叫 water， 这样的话，你看它水就出来了，对吧 ？OK， 然后呢，在 viewport shading 看，我们给它一个背景吧，点击世界背景，给它进入 environment texture， 点击黄色，然后呢，大家别忘了在 polyheaven.com 这个网站直接在这找个 HDRIS， 然后呢，这里就有很多室外背景，我用的就是这个 Lakeside Sunrise 啊，然后呢，你要 8K 的这个清晰度也好，什么 K 的啊，尽量就 4K 8K 吧。然后呢，如果太多大的话呢，你电脑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了。然后跟着 EXR 或者 HDR 都可以选择，然后点击下载，就会在你的下载文件夹有个以 EXR 或者 HDR 为结尾的文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导入一个这样的文件。那我现在呢，就在这导入一个这样的文件啊，那个背景。downloads， 然后我就找到那个文件，等一下。好，那我现在呢就下载一个这个文件，就是 HDR 或者 EXR 为结尾文档，它就会在下载文件夹。好，我们稍微等一下。好，刚才没按到啊，现在就按到了。然后呢，看得见这个叫 EXR1.exr 的文件，然后我们拉到这个教程图片和视频里面，这样的话以后就容易找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好，就打开，然后在下载文件夹找那个教程图片和视频，好，这样的话呢，你就能找到我们现在需要的这个背景文件，是在在这儿 ，OK。好，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然后还有呢，它的这个太规则了，是吧？我先把摄像头给装上，让它下面是弧。我们点击摄像头 ，OK，N 键出侧边栏 ，View， 勾选 Camera to View 啊，鼠标滚轮中键就可以把它放到某个位置。然后呢，这里选 Camera 摄像头，这里也选 Camera 摄像头，鼠标左键Shift Y 就把它往上一下。然后在 Shading 这里，我们给它也点摄像头，这里也是 Viewport Shading。然后呢，在这儿你把这个变成世界背景，然后在这里呢，打开编辑，然后进入喜好设置，在 Add-ons 这里呢有个叫 No Wrangler 的插件，大家把它勾选啊，是 Blender 自带的，然后存一下。然后这时候呢，点击最后一个节点，在 Ctrl T 键就会出来 Mapping 和 Texture Coding 的2个节点。然后呢，你在这按住鼠标左键，在 Rotation Z 这里就可以让它在这个位置 ，OK， 在这个位置，好，那龙卷风呢就在这儿位置出现，好，然后勾选关掉 N 键进侧背栏。然后呢，如果你想让它有一些像刚才我的那个动态啊，这个动态是这个样子的，刚才的动态那个
我可能删掉了，不小心，等我打开先。OK， 刚才这个动态大家看见，我这个龙转风它是这样的，是吧？它是会这样转的，因为龙转风就这样的嘛，对吧？Sorry。然后呢，这个我是如何做它这样旋转这样的呢？我是加了一个新的 deform 变形，这里有个 simple deform 修改器 ，OK。然后呢，我们选 band， 哎，这样的话呢，好，我们这里开一个拉出多一个界面，是给它一个时间针的 ，OK timeline。然后呢，播放不了，对吧？但是呢，你如果想让它，你看这个45度。当然你可以让它歪一点或者正一点，你这里都可以 ，OK。然后你也可以多试试啊，看看别的是什么样。但是呢，在这里我试过是 band 啊，是 band， 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跟着在这里让它旋转，这里原来是0度，哎，看到了哈。好，我们 Ctrl Z 回去，把这个时间针拉出来一点 ，OK， 时间针拉出来，第一针的时候让它0度。然后呢，到250帧，然后大概是这样吧。然后我们播放一下，看看它会不会太快了。不会，现在还可以。好，还可以。OK， 好了，这个部分旋转部分也做完了，对吧？跟着呢，就想让它有点变形，我们在这里再添加多一个，叫做也是变形的，叫做displace 修改器啊。然后呢，给它一个新的，然后点击这个键，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加类型是用 clouds， 你可以看这个水就变成了这个区的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不要让它强度那么厉害，我们稍微把它收一下 ，OK， 这就可以了，大概0.1左右啊，或者0.2左右都可以。好，跟着还有一个呢，我想让它的这个水大家看播放，它只是这样啊，但那个水呢不会动态，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它的这个修改器里面，这个 displace 修改器里面，点这里也可以，点这里也可以进入啊。跟着呢，我们把这个尺寸0.25，当然我们调的时候你可以看它是这样动的嘛，对吧？所以呢，我希望它的水是动的，然后我就在这里添加一个，然后再到最后一针，稍微搞大一点，但是不要搞太大了，然后再加针，这2个有针了。然后呢，我们播放一下，那它的这个水呢，水表面这里，好，水表面这里就会随着这样流动，像流动啊，好像还是不够变得厉害啊。我们把这个取消，然后呢再多一点，好，然后呢加针，好，我们再试试，好，这水呢就这样流动的，可以看见啊，好，这样流动的转上去是吧？好了，跟着这一部分做完了以后，跟着我们就要做它的掉下来的水，掉下来的鱼啊。鱼呢，我是在这里，这个是叫 Brand Kit， 一个半免费的插件 Brand Kit 啊。我们进入 Edit Privacy 喜好设置，在我们有个叫BLENDRKIT OK， 叫做 Online Asset Library 这个呢大家在网上可以找一下这个半免费的插件。好，然后同样的，当你勾选了以后，在这里就会有个 Brand Kit 的插件就当然就说方便的话，直接在这点个眼睛，然后呢在这搜索 Fish 就是鱼 OK Enter， 然后呢这里就第一条鱼就是我用的，然后你把它拉进来，拉到边上 OK， 拉到边上，它就有这个这个鱼的名字是吧？然后呢，你把它可能有点小，我们是用移动工具看看它在哪，然后把这个用完了，你就把它关掉啊。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鱼在哪，在这儿，对吧？有点小，我们用伸缩工具把它拉大，把它拉出来。这个鱼，这还是小啊。
好，给它开。OK， 这个鱼呢是有骨头的。OK， 它是可以有动态的啊。我们放到某个地方，把它放在摄像头外啊。这个鱼 ，OK， 然后呢，打开，你就能看到它有这个骨头 ，image 也有这个鱼。OK， 点击这个鱼，你就能看到整条鱼是这样的。好，现在呢，我们就转回啊，进到摄像头里面，转回这个东西啊，转回这个东西，然后呢，再给它一个粒子模式。给它第一个就是让它放着，有些鱼给转进去了，所以呢，这里呢大概给它100条吧。OK， 然后呢，时间针到250帧。好，然后把它的这个鱼呢，这个有方向有可能啊，我现在一会儿再出这个。我们先 render， 然后呢渲染是一个物体 object。 OK， 然后呢这个呢就选这个鱼啊，选这个鱼。大家要记得这有2个名字对吧？不要选错了，其中一个才是。当你这个鱼出来了以后，我们把这个数字稍微调大一点，你能看见这条鱼啊，有了对吧？然后这样的话才是这个鱼搞在它身上了。然后我们播放一下，你看这鱼呢就往下面走的，但是呢我希望它就绑在它身上不要动，其实呢是用 hair。 OK， 现在呢这鱼有点大了，我们把它给调小。OK， 再大一点点吧。OK， 然后呢这个100条如果觉得多的话，你可以搞它70条。好，然后呢想让它这个鱼不要相同方向啊，所以呢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已经不同方向了，所以就可以我们再播放一次。好，这个鱼呢你看还是会动的是吧，在这个东西身上是吧。好，然后我们现在这做完以后呢，我们希望它转的时候有些水有些鱼掉下来，那也就是说我们添加第2个粒子模式。第2个呢就不是长在它身上，就是这种掉下来的，大概给它200条。好，然后呢这里也是250帧。好，渲染出来，要我们把这个物体搞在它的身上，也就是 object， 然后呢同样是选这个鱼。OK， 你要播放一下看看它会掉下来了，会掉下来啊。但是呢这个鱼这样掉下来的这个方向是一个方向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让它多几种方向，所以勾选 rotation， 然后呢再把它的这个数值都给调一下，让它随机方向。好，我们再来这掉下来它是随机方向了，还有随机大小，大大小小的这样掉下来。 OK， 好，当然就是说你不想它这么直直的掉下来，那 fill weights 这里呢 gravity 稍微收一下。OK， 好，还有有些鱼在它的这个上面挣扎，对不对？好，现在呢这里有点多了，掉下来鱼有点多了，我们200是有点多了，我们给它100。100可能也是有点多了，给它20吧。OK， 那鱼呢就这样时不时就有一点点掉下来。好，21。好，跟着呢还有这个水珠。水珠呢我们先暂停啊。水珠呢就是加一个 UV Sapphire。OK， UV 球大家看见鼠标右键我们先不 Save Smooth， 我们先把这个隐藏一下，因为它挡住了这个 UV 球，稍微隐藏一下。然后呢进入编辑模式下，我们选这个球进入编辑模式下，然后呢这里有个点对吧，我们要让它水珠是这个样子的，是水滴型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点模式，我们只选这一个点，点一下它还是变亮了对吧。然后数字1键看，点开这里。为什么要点开这里？因为我们当移动工具往上移的时候，你不点开这里它是这样尖了就不对了，我们要这个移动，而它附近的点都跟着一起随着这个近距离和远距离
像爬坡一样移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点开这个工具，你看这样就可以了，就变成一个水珠形。好，然后呢，鼠标右键 Shape Move， 同样是这个啊，它这个，那它的粒子，它的材质呢，我们可以选这个 Water Tornado 的这个材质，对吧？这是透明的一个水的材质，是不是？它是这样的，是吧 ？Glass BSDF 是吧？是这样的。当然，你也可以让它透明，我们是加 A， 加一个 Meshade， 然后呢，再加 A， 加一个 Transparent BSDF， 就是透明的材质，然后拉上去，那它这个就是透明的了。当你调这里的时候，它就随着你要的透明而透明，对吧？好，跟着呢，我们再把这个 Sapphire， 好，我们把这个移下去，先移下去，然后呢，这个水珠就透明了啊，透明的，对吧？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水龙卷打开它的眼睛，打开它的眼睛，然后回到摄像头状态，然后呢，你可以看见这里呢，这个水龙卷有点太透明了，所以呢，我们把它给安回，稍微有点幅度 ，OK。好，然后呢，这个把它给移到摄像头外，跟这个鱼一样。然后呢，甩回这个水龙转，同样的是粒子模式，给它添加一个新的粒子模式 ，OK。然后这个水呢可以多一点，水滴可以多一点，要不用太多啊。然后这里也是250帧，跟着这水滴呢，这个 render as object 我们就要 order 了啊，又是把这个叫 Sapphire， 就是这个水滴，我们可以把它改名叫 water drop， 就是水滴 ，OK。这样的话，我们再选回这个水龙转，在这里的时候呢 ，rotation 也可以勾选，然后呢 render as object， 这里下面呢就选 water drop，OK。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播放一下，啊，就有水出来了，对吧？这水珠就出来了，水珠稍微有点大了，我们把它调小。那这样看，你看就是水有鱼，这鱼还是在那甩，对不对？你看这鱼还是在那甩。OK， 好吧。然后呢，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了啊，谢谢大家观看。跟着你就可以 render 一张相片出来 ，render animation 啊，先 render 一张相片吧，相片出来看看 ，render image。OK， 你看这鱼就在这儿啊，掉出来，是吧？然后呢，我如果是视频的话，就会在这里 output 啊，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downloads， 然后呢给它一个图片和视频 ，OK，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这个视频，这是相片啊，好，我们给它一个这个文件名 ，OK，accept， 啊，就是输出你这个文件的文件名，然后呢这里要 video 改成录像啊 ，encoding 这里呢 container 换到 MP4 啊，如果有音乐你就给音乐，没有音乐就 no audio 就行了。如果有音乐就 MP3， 对吧？选 MP3。然后呢，如何导入音乐呢？就是在这进入 video sequencer， add some， 把这个你的电脑里的音乐，我现在没音乐，所以就没办法导进去啊。找到然后 add sound strip 就可以了。OK。好，我们回到 Shade Editor。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 render 一张相片，一个视频来看看。啊，现在EEV 的话，它是很容易渲染视频的，对吧？你看这里，它就这个鱼在这抖动。我为什么就是找了一个可以动的鱼啊？这鱼就掉下来，然后水。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位置有点不对，那再次按键出这边来 View， 勾选 Camera to View， 然后让它OK， 再往下一点，Camera，
这里也转摄像头，让它再往下一点点。OK， 然后呢，我们重新再渲染 Render Animation， 你可以看见啊，它这个鱼还在抖动的时候给转进去，然后呢，这个鱼还有掉下来的，好吧，是吧？好，然后呢，这个课程啊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啊！如果大家想看到最后的我们渲染出来的结果，那就稍微等一下，250帧。好，渲染出来结果呢是这样的 ，OK。然后呢，我觉得我就是需要到150帧就够了，所以呢，我把它暂停，然后重新把这个文件 ，OK， 重新把这个文件设成最结束帧是150帧，然后重新渲染这个视频。就很快了啊！我们再看一次，一会儿150帧，因为呢，在这个150帧前面的时候的鱼的动态还是挺那个什么的啊。原来它的鱼的动态可能也就大概到150帧左右，所以呢，如果你250帧后面的鱼呢就没有怎么动了，那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时间帧，把它这个鱼的时间帧给拖到做多一点。然后呢，我们现在再重新再看一些，是 OK， 再来看一次。OK， 啊，这个就是150帧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但之前做出来的是这个150帧。OK， 这也有，对吧？好吧，然后呢，这个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一天。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